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上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了我们家年菜前的一些准备工作，那今天再来给大家分享怎么把这些半成品再变成成品。那话不多说，我赶快撸起袖子开干啦！先做个芋头扣肉，这个是上周烧好的肉，放在冰箱冷冻保存的，提前拿出来解冻了，然后给它切片。荔浦芋头去皮也切片，切的和肉的薄厚大小差不多。然后锅里放一些油，开大火烧热，把芋头放进去炸一下，炸到表面有些上色就可以了。要是偷懒不炸也可以，不炸的话，蒸完以后芋头容易烂，夹不起来。炸过后的芋头再蒸就不容易烂。调一个料汁儿，一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勺蚝油，半勺酒，一小勺白糖，一勺南乳汁，一块南乳，给它们搅拌均匀。然后把每一片肉都在料汁里蘸一下，在肉皮朝下码在碗里，一片肉一片炸过的芋头，就这样摆满整个碗。我用的是砂锅，因为没有合适的碗，我感觉这个大小比较合适。放到蒸锅里，大火蒸1个半小时到2小时之间都可以。再来做个炸鸽子盒，鸽子盒是可以提前好多天就炸出来的。这个是上个视频里摊好的绿豆面饼，给它表面抹一点面糊，先折一下，然后再从下到上卷起来。卷的时候也别卷得太松，太松的话一炸就容易散开了。然后给它斜刀切成小块，放到油锅里炸。炸这个鸽子盒，油温千万别太高，小火慢慢炸，炸透了才能里外都脆。还要时不常的翻动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。等变成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这个其实一般我们都是提前好多天就给它炸好，不一定是当天吃当天炸。听这声音倍儿脆。接下来是上周炸好的豆腐丸子，这个豆腐丸子适合蒸，直接放到蒸锅里蒸30分钟就行。这些半成品的做法都在上个视频里发过，如果大家想看做法的话，可以看一下上个视频。虎眼丸子也可以蒸也可以炖，因为豆腐丸子是蒸的，那虎眼丸子我就分享一下炖的做法吧。先把锅烧热，放一点油，放葱姜炝锅，然后放点酱油，把酱油也用油烹一下，这样更能激发出它的香味儿。翻炒均匀以后就加入高汤，高汤在上个视频里也有做法。然后放点盐、蚝油、少量的糖，把丸子放进去，再放2个八角。开锅以后把浮沫捞出去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炖30分钟。八宝饭也是提前都做好了，冷冻保存的，直接放到蒸锅里大火蒸40到50分钟。丸子炖好以后就给它捞出来，然后给它对半切开。这个就是虎眼丸子。豆腐丸子也蒸好了，其实这2个丸子做一种就行，因为给大家分享嘛，我就都做了，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把它们摆在一盘了。炖丸子剩下的汤再开大火煮沸，倒入适量的水淀粉，调整到你想要的浓稠度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这个汁儿浇在表面。
这道菜中间4个是辅一狮子头，外边一圈是虎眼丸子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狮王争霸。你们还有更合适的名字吗？可以发弹幕告诉我。我觉得也可以叫丸子开会。上次包好的春卷冷冻起来了，吃之前直接放在油锅里炸就可以了。炸春卷的油温也不要太高，中小火4、5成热放进去。这春卷还得炸会儿，顺便炒俩菜。炒一个什锦蘑菇，买了4种蘑菇，这有香菇、海鲜菇、蟹味菇、鸡腿蘑，还有点彩椒当配菜。锅烧热，放入适量的油，放葱姜蒜炝锅，放酱油，把所有蘑菇都放进去，翻炒。炒匀以后放一点白葡萄酒，没有白葡萄酒放一点点白酒就行，主要是去一下蘑菇的涩味儿。炒到酒精挥发，然后盖上盖子炖5分钟。旁边这春卷也炸好了，炸到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蘑菇已经炖熟了，再放入彩椒，翻炒。我觉得我这彩椒放少了，又放了点儿，然后再放一些蚝油，少量的糖，翻炒均匀。最后加一点水淀粉勾芡就可以了。什锦蘑菇就做好了，这道菜虽然没有肉，但是很鲜美。再炒一个奶白菜，还是大火把锅烧热，放适量的油，先放蒜，然后虾皮，爆香。炒出香味以后放盐，把洗净沥干水的奶白菜放进去，快速的翻炒。炒到奶白菜变软就可以出锅了。奶白菜我觉得也挺好吃的，一咬汁水很多，而且还脆脆的。芋头扣肉也蒸好了，取出来，把里边的汤汁倒出来，然后给它扣上盘子，先给它翻过来，但是别打开，先这样保温着。倒出来的汤汁里加一点水煮开，开锅以后再加一点水淀粉，调到你想要的浓稠度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再把碗打开，旁边可以摆点绿叶子装饰一下，把汤汁倒在上边，然后这道芋头扣肉也做好了，就可以上桌了。把碗饭也蒸好了，可以先用刮刀把边儿铲一铲，一倒扣它就很轻松的可以自己掉下来了。因为我这些都是提前做好的半成品，这样很快很轻松的就可以准备好一桌家宴了。这个也是提前做好的豆酱，吃之前端上桌就可以了。
今天的视频就要结束了，虎年就要到了，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生龙活虎，身体健康。我的吃货朋友们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，而且怎么吃都不胖。我们虎年再见啦，拜拜。